让千万萤火虫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赵丽颖开开心心一出场，就在屋里看着情形不对了，于是乎一脚把门踹开，手里举起木头凳子，直接把男子开瓢了，做事快准狠，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这个出场白算是将一种社会现状的真实感一股脑的摆到台面上了，辣眼和揪心感一股脑的扑面而来，冲突感也足够激烈的，同时也将女主不服就干的个人属性彻底释放了出来。幸福的赵丽颖觉得不公平，就会直接到村支书家里讨要说法。不得不说，女主的人设从第一集就算是彻底的脱离了那些玛丽苏的傻白甜了，这才是正剧观众所期待的大女主形象。这个以暴制暴，整个江湖儿女上身的爆款预定，和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周肥转身，您都看见了没有呢？这部《幸福到万家》在开播之前，平台真的是给足了牌面，直接在全景数播商场、29个城市、160块显示屏展开了潮水般的宣传，去力推这部剧。这场景就如同身外我去年开篇几次聊过的谢允的炸裂出场一模一样，看得出来各方面对这部剧都有很大的信心，也在这部剧身上压了必赢的重宝了。开播之前自然少不了主演们的预热，其中赵丽颖干脆发文称吃完苦剩下的都是福，并转发了宣传视频预热。这种江湖儿女的坦坦荡荡，让不少人的潜意识都第一时间共振了一把。这部明晃晃就是似曾相识的经典江湖段子吗？或许跟风喝彩的不少吃瓜客都跟着某些曲线一道起舞和欢心了。其实所有傲娇的曲线和数字背后有着更高的期待值和肇事的野心。比方说幸福到万家一开局，影评的评分、激动的口碑就已经形势大好了，4星、5星评价一片。而且新万我独家发现，这些相当中肯的高分全都是冲着剧情和老导演去的。这样的冲刺在新万我永恒359度不一样的视角当中，真的是太伟光、太安全了。这一点肯定99.9999999%的娱乐专家和八卦大嘴都看不到。话说第一条幸福到万家的评论是3个字，那就是题材好，这超级明白、超级浅显的3个字，并且同时给出了4星的高分。要说这4星已经很不错，相当于8分。毕竟现在才开篇，才开始，还没吃上瓜的网友们还处于看剧和观望的阶段。可以说这3个字的评论非常的准确。正是因为这部剧的题材选得特别好，所以呢，在大家都看腻了都市戏码的时候，都忍不住想看看农村的戏份。然而呢，如果大家都冲着赵丽颖去的话，注定的背后各方的各种不甘心以及各种的黑心闹，肯定都会席卷而来。如同去年谁是凶手的黑潮涌动，当时新万我已经第一时间深扒过那些相当无感无耻的水军操作了。这种操作完美配合了该剧的魔山，让赵丽颖的眼神杀真真确确地背上了悲伤而无奈的小郭。这次挺好，赵丽颖完美躲在了安全这2个字的背后。那么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说呢？首先，在剧里饰演和幸福的赵丽颖性子很冲，牛筋得很，眼里容不得不公正的事情，这人设很糙，让矫情的黑心人真的是吐无可吐。为了保护妹妹，赵丽颖把书记儿子砸伤，满头是血，而她也只是个小媳妇，心里哪能不害怕？于是乎，还是强装镇定地对家人说会自己担着，一看就是个敢做敢当、质朴真诚的农村姑娘。王家这样的小门小户，直接把书记得罪的话，再过安生日子可不容易，连和幸福的丈夫都劝她道歉。于是乎，听着听着，她噌地坐了起来，一脸的不理解，说没道理，自己妹妹受欺负还得让他们道歉，她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那关云云。这种土渣的开场，让地气和憋屈同时成为了大家都无可吐槽的关注点，包括所有瞠目结舌的黑粉。所以黑无可黑的黑粉只能找个天外飞来的大勋人名来憋气吐槽了。不得不说，赵丽颖的显性安全和隐性大爆真的是新万我能够一眼看穿的可爱之处了。今年待播剧里还有正午阳光的县委大院、靳东主演的底线等，每部都极具爆款的前置。眼下这幸福到万家率先来袭，仅播出2集斩获实时卫视收视第1、第2的位置。只能说
这类现实主义题材能够留住观众的目光，第一点就是要拍出现实感，揭露农村存在的观念以及发展的现状。而该剧显然将题材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剧情落在实地上，贴近生活，代入感十足。只能说，幸福到万家的开场犹如丛林般的安全，赵丽颖的火力全部大开，也安全无比。话说故事的开场就是女主在农村的婚礼现场，一片新农村的热闹，人来人往，都在桌前等着吃大锅饭，放眼望去全是满满的烟火气，这不就是真实的农村吃席场景吗？接着女主和幸福和丈夫登台，刚拜了天地，正准备拜高堂，结果婆婆非要让他们给书记万善堂行礼，在书记的致辞里能感受到他们对姓氏的看重，很烧脑，对不对？这就对了，编剧的功力就是深挖认知感的不足，而且这一处也是极具细节梗的。别看发展的不错，可观念却很难转变。这样落后的宗族思想和畏惧村干部的情况，其实在不少地区还是存在的。王庆来办大婚，可是王家父母却在一路等一个人，这是不是还是烧脑呢？因为这个人不是王家的亲戚，也不是重要朋友，而是万家庄的书记。就这样简单的一个细节，就把乡村最普遍的现实揭露了出来。新婚夫妇不拜父母，去拜书记。王家婆婆直接暂停拜堂，而是把万善堂给请了上来。虽然万善堂嘴上说着不合适，但是还是接受了新婚夫妇的行礼。可想而知，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而万善堂明显轻车熟路，所以婚闹这种恶心事照样是有市场的。因此，忍不下一口气的赵丽颖相关的开瓢行动，都是丛林背后的爽感操作。更有意思的是，继续吃瓜烧脑的还在后面，因为无论是村民还是自己的公婆、丈夫，全都觉得和幸福小题大做。这种能把现实搬到台面上任意剖析切割的操作，就是大拿段子手们的厉害之处了。老实说，这种剧情确实一路都相当的带感，别说女主，观众看的也是一口气堵在胸口，这不就一道入坑入戏了吗？当然，一部剧能让观众看下去，肯定也离不开演员的表现的。话说，早在几匹布之前，最开始听说85后大花赵丽颖要出演农村妇女和幸福的时候，萤火虫为主的吃瓜观众们第一反应就是不太置信，毕竟这不是一部偶像剧，感觉演员和角色也不是一个画风啊。这种转型是往土里埋的节奏吗？结果呢？现在大家都没想到，赵丽颖一出场就让人眼前一亮，无话可说了。包括想黑的黑心黑粉也是同理。别的先不说，光是看赵丽颖嘴上廉价感十足、油亮的古早口红，不就是农村新娘子的那位吗？这时，土渣的和幸福听到土渣妹妹夸自己好看的时候，居然当即就给了一个大大的笑容，而且笑的是一点子形象包袱都没有，连眼角的皱纹和法令纹一起欢喜出街，列相出来了。这种土到掉渣的地气，让吃瓜客无形中个个都觉得这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毫无表演痕迹。所以您说赵丽颖成功了吗？您说她代入了吗？说没有的话，您就应该实地到农村考察个10年8载，上山下乡的了。剧里的和幸福一开始就是个不服输的性子，赵丽颖饰演的和幸福一开始就是个敢说敢做、是非分明之人，认准的事情8匹马都拉不回来。于是乎得罪了村长，照样也要给妹妹讨个公道。偏偏丈夫胆小怕事，一个劲儿劝她，听得不耐烦的她便直接暴怒了。这种暴脾气，您想得到曹得到吗？赵丽颖居然坐起来就大声说该吃吃，该喝喝，她还能吃了我不成？眼里都是对权势不公的愤怒，还有对丈夫的恨铁不成钢。这情绪是极具爆发力的，甚至能感染到屏幕前的观众。不少人已经忍不住想要女主直接去离婚了。此外，这部剧居然没有什么滤镜、磨皮。这位34岁的赵丽颖在剧里就是自己最本真的状态了，晚上躺在床上就是素颜出镜，以至于侧脸的坑坑点点、鼻翼两侧的毛孔都没用粉底遮一遮，还隐隐泛着油光，与普通人根本没区别。这种不怕吐槽的槽点放大，是不是让那些喜欢吐槽的黑心槽客也完全槽无可槽了呢？可正是这种颜值状态，才能与婚后的和幸福高度契合，让土气和现实完美统一了。
于是乎，甩开膀子的女演员赵丽颖都是如此了，不甘落后的男演员个个就更是不拘小节了。唐曾饰演和幸福丈夫王庆来，在剧里就是妥妥的农村糙汉形象，性格憨厚又懦弱，被传家称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而唐曾也确实抓住了角色的特征，演技自然生动。看过了《幸福到万家》，再来看看某些偶像剧，某些流量小花，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剧里磨皮，美颜不开到10集都不敢演戏，可是连五官都模糊了，观众又上哪感受演技去？只觉得干了个大尬。所以呢，《幸福到万家》不愧是郑晓龙执导的剧作，处处体现着制作的细节，场景服化到就还原真实的农村场景，戏剧性冲突也精彩纷呈。就是这种真实，让毫无掩饰的赵丽颖全开的气场，也让人无力置喙了。剧情如此给力，演员更是加分。赵丽颖的各种皱纹，张可盈的无粉素颜，真正做到了还原生活。本身就是农村人的赵丽颖，就不必花费太多时间去了解如何演农村人，穿上那个年代结婚的衣服，这就不是在演农村人，也不用费力演了，自然表现的那个劲头一上来，大家就一起上头了。因为赵丽颖明晃晃就是不二的主导人选，相信只要后续剧情不崩，魔山不在，那么这部剧注定会热度持续，口碑双丰收。因为Shin Wan我也是特别佩服这种强行冲突的连环设计，这简直就是编剧赵东玲的拿手好戏来的。这不，有心数一数的话，幸福到万家15分钟内居然就引爆了矛盾。一上来，幸福霍庆来这么一对新人，甚至还不如能说会道的万善堂给人的印象深刻。而小户不敢反抗大户，乡村能人借酒侵犯新娘妹妹的事瞬间上演，城市观众可能有所惊骇，会有这样的事吗？这就是高潮的刚需和标配。要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在2009年，这个时间点很恰饭，而且更加恰饭的是，在偌大的中国，注定会有文明和法治的阳光总也照不到的犄角旮旯。类似事件到今天恐怕也不是孤立。例如铁链女和唐山女，总之魔幻时常在，只需聪慧演。这种瓜瓤也就在Shin Wan我的频道一直都在。有意思的是，和幸福的人设也是安全的系数之一，因为和幸福居然不是一开始就头脑清晰的完美人设，不是决绝维权的出戏人物，而是周围人群的麻木表现，以及妹妹的以泪洗面，让他发起了移风易俗的一个人的战斗。这个细节很重要，也将串起整个故事。要说每一个貌似丑陋的封建民俗和民俗背后的庞大势力，包括寄生于此的各色罪恶，都是在勇敢的抗争中得到一一清算的。和幸福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一样，不断进击，几经反复，终于大功告成，让万善堂张榜禁止了村里由来已久的闹婚风俗。这条线很刚，也足够撑起了以后的好戏。赵丽颖苦大仇深的表情张力特别带感，相当入戏。这对于农村姑娘出身的赵丽颖，真的算是我的表情我最真，我的主场我最大了。其实，农村人骨子里的质朴和韧劲儿是最难演绎的。好在厉害的赵丽颖正是来自农村，所以安全的诠释，诠释的安全，真的可以说是游刃有余的。这也让黑粉压根没法吐槽赵丽颖土气的废话出来。演员如果能够精准把握住角色的性格特点，演技接地气的话，任何的转型无疑都是成功的了。相应成趣的是，老戏骨刘威的演技向来让人放心。这次剧里饰演的万善堂是个复杂的形象，一方面他是有威望的书记，突然被和幸福伤了儿子，伤了脸面，心里别提有多介意了，当下板着脸离开婚礼。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不懂青红皂白的反派，知道自己儿子是个什么德行，特意警告他不要去报复搞事。单纯吃瓜的观众都能明显的看到刘威对角色也有着独到的理解力，党官村霸的演技真的毋庸置疑。除此之外，池鹏饰演的女主婆婆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为农村妇女，她还有畏强的心态，对待书记谄媚卑微，却又不是愚昧无知的恶婆婆。高反差的形象，鲜活的要命。这位直接给党员村霸下跪的婆婆，居然能够反过来去欣赏和幸福的勇敢，
这种多样化的人性折射，真实表演是有层次且能够深入人心的。相比之下，年轻演员张可盈给观众的惊喜也很出彩。在剧里，她饰演女主妹妹和幸运上了大学后眼界变宽，找了一个优秀的男朋友，对未来充满希望，甚至还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了。这就是不少学生哥学生妹的真实写照了。于是乎，一场婚闹下来，让她的理智彻底崩溃。明明她什么也没做错，尊严却被狠狠践踏了。这种心理打击，隔着屏幕都足以击垮一个人的心态。结果呢？和幸运痛哭着挽留自己的爱人，一遍一遍打着电话，却只能换来更多的嫌弃。复杂的人性和人性，真的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和幸运的赌心和绝望。从这件事后，吃瓜客明显可以感觉他眼神都是灰暗的，看不到出场时的骄傲了。不得不说，张可盈真是把和幸运给演活了，仿佛能让观众感同身受他的情绪，恨不得替他再给万传加2个板凳。这种情绪的补充，新万我真的要给3人2个满分。这种开场的群像设计真的非常压舱压场子，既把赵丽颖的演技烘托得淋漓尽致，也把真实的场面面面俱到，写实还原了，还格外安全了。特别是张可盈的演技，在这部剧终于被观众看到了。要知道，她在我只喜欢你、老酒馆、三生有幸遇上你里就有过出色表现，因此观众还会觉得她有些眼熟。毕竟她的妈妈张凯丽可是家喻户晓的老戏骨来的，所以这个张可盈科班出身是有来头的。她曾与陈晓合作过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与陈宝国合作过老酒馆，只是角色不够突出，长相不够出众。所以呢，虽然也曾与妈妈张凯丽多次在大舞台上表演节目，但依然反响平平。要知道，身为国家1级演员的张凯丽，演技可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今年《人世间》里，她饰演的曲书记外冷内热，幽默风趣，在自然而然的动作与表情下，把角色特点精准拿捏，简直就是从原著里走出来的人物。当年凭借《渴望》里的刘慧芳一角火遍大江南北，还出演过《裸婚时代》、《功夫婆媳》等家庭剧，说是妈妈专业户也不为过。现在好了，张凯丽的女儿张可盈终于可以完全继承了她的表演天赋，不光能用演技惊艳众人了，甚至完全不输母亲了。看来星二代也是讲运气的，碰上赵丽颖的火花，更大的亮点就能够让人刮目相看的了。老实说，全脱妆的赵丽颖，外加上土掉渣的服化道，的确让乡村气息特别真实，特别浓厚。安全落地的赵丽颖真的是开场就安全了，而且同时化身成为了身边演员的学习榜样了。因为她就是真正的巨抛脸，像《幸福到万家》这种时代正剧，可以在让观众休闲的同时传播正能量。要是放在以前，注定关注度不高，没有流量，而且影响力较低。结果让申万我大跌眼镜的是，平民地气居然突然间就蔚然成风了。以后这种时代正剧就应该多请像赵丽颖这种既有演技又有流量更有运气的顶流明星出演，这样才能发挥时代正剧的真正价值，逐渐让观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流量观。这部《幸福到万家》也是赵丽颖成名后首度出演农村题材的作品，她的演技、台词貌似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豁出去的演绎和眼神杀真的是双剑合璧了，演起农村人也丝毫没有出戏。真的是快当青衣的好苗子，颜值扔掉，演技状态更是没话说了。现在主流的现实主义题材再次风行的重要原因，看来就是可以跳出当局者迷的局限，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然后让大家试着去改变什么，即便不能改变社会，但至少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种底层人民的深刻反应，真的带来的思考，注定是编剧比例通心弥漫开来的传奇了。有意思的，王炸姐姐如此行，王炸弟弟也如此行。王一博这2年一直泡在电影圈，参与了多部电影的主创，是男一也是男二，戏份都很多，资源也相当不错。因此，他很珍惜这个机会，也急于摆脱身上的流量标签，
目前他的前景很被看好。只是呢，他的挑战也如影随形。例如演戏之外的话题，最近总也绕不过他的老干部颜值。那么，一直被网友质疑的2022年的王之颜值到底重要不重要呢？其实看看王炸姐姐就知道了。询问我铁口无数回了。突破之后才有阳光，才有明天。幸福到万家就是这样一个进行中的突破样板了。其实王一博的长相一直是仁者见仁，不是传统的那种帅哥，虽然有辨识度，然而呢，现在的青少年很喜欢这种酷酷的感觉，即便大部分中年人的审美更喜欢那种俊朗的类型，不太认为他长得好看，所以各花入各眼，真的没什么可讨论的。而且王一博由于从小跳舞，拍戏时没有跳舞这么大的运动量，代谢少了，整体就会浮肿，加上他还努力增肌去适应角色，现在他的形象与之前的爱豆造型差别是有，也非巨大，毕竟年纪是会变化的。至于有些吃瓜观众老是怀疑他是不是发腮了，这种的杞人忧天的确是太浮夸了。他才25岁，肯定不是发腮，只是面部浮肿的原因，整体脸圆了一圈，加上锻炼多了，肌肉和脖子自然跟着变实了，变粗了，所以整体形象与之前不同是必然的。更重要的事情，申万我已经唠叨无数次了，那就是老干部要有老干部的风范，为国家勇挑重担的日子还长着呢。国家权力机关从来都不在乎一个人的颜值，而在乎一个人的能力，而王一博就是能力的化身。现在的王一博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妆容，基本上素颜出现了，他现在的形象只会显得更加的阳光明朗了。是不是这种现实的逼真感完完全全跟王炸姐姐同频同调又同框呢？